您是我老板，怎么能这样呢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这个老板啊，他就是这点福利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不喜欢你身上的酒味儿。你干什么呀？你放开！你给我站住！我告诉你啊，出了这个门，你就别想在医大混了，狱中市你也别想待下去了。有什么话你不能你别过来！好好你过来，我叫人了。我告诉你性骚扰。这屋里就咱们俩，你说我骚扰你，我说是你情我愿，那你觉得法官会相信谁的呢？我有证据。我第一眼看见你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请你做我女朋友。请你，咱们做人得厚道。你这没事，你录什么音呢？你赶紧删了。我不删。不是你这，你别过来！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你肯定能迅速脱颖而出。说吧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没明白您的意思，什么女朋友？我没有想干什么。至于女朋友，你不是有于律师了吗？你这样不怕他翻脸吗？你这是想敲诈我是吧？我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他对我来说是一种保护。这就弄出俩孩子来。时候不早了，你休息吧，我走了。进来。主任，这次去上海的单据，麻烦您签字报销一下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的2个月实习期已经满了，您看什么时候可以给我转实习律师呢？那我要是不给你转，你还就拿着那录音去告我去啊？删了。那谁知道你有没有备份啊？您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？好啊，有胆魄，敢说敢干啊！这是我们医大最需要的人才，我喜欢。行吧，你去准备一下实习律师的这个申请材料啊。从今以后呢，咱们就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了。
我怎么要求别人，可就怎么要求你了。谢谢。一般实习律师是没有底薪的，咱们这儿照顾年轻人啊，每个月底薪是800，比你原来当助理还少700，但剩下的钱就得靠你办案去挣了，行吗？行。小何，那你这就算是过了一关了，是吧？我觉得算是吧。那你转正的时候，恐怕还会拜托我的。喂，姐，怎么了？你咋样？钱还够花吗？姐，你放心吧，我现在已经转成实习律师了，就是可以接案子、挣钱那种。哎，姐，你最近怎么样？肚子是不是又变大了？哎，你可注意点啊，千万别又瞎跑。姐身子皮实，就劳碌命，这不一会儿还要去医院看你姐夫呢吗？我姐夫咋了？没事吧？他就头2天受了点小伤，医生说问题不大，能治好。你工作别着急啊，慢慢来，会越来越好的。啊，你有什么困难别瞒着姐，不然姐会担心的。师兄，怎么样，找着案子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一个新人刚刚毕业，初来乍到的，还兼职主任助理，每天帮他忙前忙后的，怎么可能有时间找案子？那你说，这事儿都是我干的，到时候提成他是不是也不会分给我呀？要他分钱，还不如要他的命呢。来，我先给你弄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那你说，我这刚一毕业，两眼一摸黑，上哪儿去找自己的案子呀？别急，谁都要过这一关的呀。你能不能抽出空来呀？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办案子呗？我的提成按照你的工作量，我分一部分给你。谢谢师兄，但是心意领了，不能这样，毕竟我还是得找自己的案子。另一个要是被韩主任知道了，指不定有什么是非。有志气，没事。这个找案源啊，就像投3分球一样不容易，但只要投上了，那就是3分，没准哪天就砸你头上了呢。小何，这上班时间你在这聊大天儿？我没有主任，我是在请教关律师一些法律问题。我是你师傅，你请教小关，你是看不起我这当师傅的是吧？不是，我就是顺便。有个当事人过来点。师兄，我走了。一会儿我放你桌上啊。谢谢师兄。没事。你找我啊？您就是韩律师啊？俺就是找你来的。不是你有预约吗？那咋预约？俺打听着就来了。哦，慕名而来。好，中午你坐。哎，老人家，您是打算办什么案子啊？离婚。离婚？你这都多大岁数了，你还离婚？你就凑合着过吧。不是俺哎，是俺闺女。那你闺女怎么没来啊？我闺女呀，我不是这样啊，老人家，我们呢是律师啊，不是兽医，没法包治百病啊。而且我们这业务是有分工的，像我这种级别的啊，一般只办非诉案件，像比如说什么知识产权受理啊，什么法律顾问啊，合同审查呀。像你说这个离婚这案子啊，我很多年没办了。这样吧啊，下次让你闺女自己来，啊，在前台会给她安排个律师。啊，这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小何，送一下啊。哟，韩律师，哎，
咋这就走了呢？奶奶俺还没说完呢。奶奶，你这说这干啥呀？这奶奶，你别着急，你先不着急成吗？啊，半句话都没说完呢，他就走了，这瞧不起人呢。不是奶奶，你说还找他干啥呀？韩律师真的有事儿，真的有事儿，他真的有事儿。您先歇一会儿，您在这坐一下，我给您倒杯水。您别着急，好吧？里面有2个人等他呢，他这真的有事儿。您有什么事儿，您可以跟我先说。您真有事儿啊？对，真的。真有事儿。你说说奶奶啊，您别着急，说话呀，这是啊。别着急，您先喝口水啊。有什么事儿，您先跟我说说呗。你也是律师啊？我是韩主任的徒弟，是实习律师。不过您跟我说，我转达给他是一样的。中啊，那俺就跟你说说。是这么回事儿。俺那闺女啊，她没有福啊。自打嫁给那丁大华以后啊，一天好日子少不少，都没过过呀。当初她没发达的时候，俺闺女跟着她受苦受累，啥都不说。后来她住监狱了，她蹲监狱了，你知道不？俺闺女啊，在家里头给她伺候老的，养着小的，哪走一个男的。现在倒好，她发达了，要把俺闺女扫地出门、净身出户啊，要把那家产呢，全都给她那小狐狸精。你说天底下咋有这样的事儿？她怎么不是个人呢？奶奶，我想先问一下，您说的丁大华是大华集团的董事长？不是他，还有谁？奶奶，您放心，您闺女这件事儿，我们律所一定帮她讨回公道。我现在去帮您找一个熟悉这类案件的律师，您看可以吗？闺女，你让俺咋谢你好啊？没有，奶奶，您别担心，稍等我一下，我现在找他过来。中，别着急啊。师兄，大华集团董事长丁大华的岳母来了，说是有个小三儿，要把原配踢出门，快去看看。你等等。天哪！大华集团现在资产已经过了20亿了，这官司有的打。星云啊，你的3分球机会来了啊！快去。是我们韩主任说这次他不做，咱俩一起做。快点，老太太等着呢。奶奶，这是我们所的资深律师，姓关，叫关涛，最擅长就是打离婚官司了。你好，奶奶。关律师啊，那就麻烦你了啊，应该的。来，您坐。您坐，您坐。坐下。关律师，我看着奶奶可亲了，而且奶奶这次过来，没跟闺女说，就是想咨询一下。您看这个咨询费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啦？按规定呢，是要收的。那就收呗，俺不差这点钱儿。不是钱的事儿，奶奶，主要是我们收了您的钱，就好像这案子您一定得委托给我们似的。可如果到时候您闺女和您意见不一致，就怕您为难。关律师。星云啊，你先别跟所里说，我跟奶奶随便谈谈，就当是聊天了，不收你的钱。这当律师啊，不能只掉在钱眼里。奶奶，您方便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吗？方便方便，今天呢，俺碰上好人了。这就是我的电话号，然后您回去之后沟通一下，有任何问题就可以找我。行嘞。闺女啊，俺到了家呀，就跟毛毛他妈说，俺这个案子就交给你跟关律师了。奶奶，我们也一定会尽最大努力维护您闺女的权益的。行，俺的车来了。奶奶您慢点啊。哎，奶奶再见，随时联系。回去吧。
跟你聊聊案子的事儿。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没问题了。奶奶说她回去跟闺女说，说完之后，这个案子基本就交给咱俩做了。他说了能算吗？你刚才没听奶奶说吗？她闺女不是很有主见，什么事都听她的，所以是她来咨询。那也就是说，现在只要是奶奶认咱俩，她闺女那儿肯定没问题啊。行，挺好的。而现在呢，还有一个问题。是吗？老韩，她怎么了？你现在是实习律师，你不能单独做案子的。我没单独啊，我这不是跟着你的吗，师兄？都看他才是你师傅啊。不，他说了，他不做离婚案。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老太太是丁大华的岳母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哎，师兄，你当时当实习律师的时候，你怎么办的？根据我的经验呢，有2种办法啊。第一呢，是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，大不了就是他跟你翻脸嘛。但付出的代价是啊，有可能1年之后你不能转正，就跟我当初一样。第2个办法呢，就是心甘情愿的受他的盘剥，好歹熬过这1年。那要按你说的第一种，我坚持的话，这个案子我就能不跟他做了？那你要坚持的话，他也不能把你怎么着啊！我不说了吗？顶多就是不能如期转正嘛。那你当时怎么转正的？我当时有他的把柄，我那个时候运气好，无意当中发现啊，他这边吃着被告，那边给原告通风报信，所以他就不敢把我怎么着。但你现在不一样。群啊，这么说吧，我们到这个律所来呢，是因为我们热爱这个行业，不是为了来讨好某一个人，所以没必要受制于一个小人。可如果我真的转不了正，是不是代价也有点大了？所以这事儿要靠你自己权衡啊。要不我还是跟他说一声吧。你想啊，这个开锁函无论如何都得找他盖章，那也就是说，咱们怎么着都绕不过他呢。没事，反正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你不用太考虑我，我反正都有案子可以做的。我就是怕，万一让他知道了，那这个案子很有可能就没了。你看，又耍小孩子脾气。你说这所里的实习律师不都得我来带吗？再说了，一个农村小丫头，她能跟你比吗？是不是？你要是再多想，啊，那可就玷污了你我之间纯洁的情感了。哈哈。进来。主任，您现在有空吗？我给您汇报件事儿。哎呦，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？啊？自从你当了这实习律师以后，还没见你对我这么尊重呢。那，主任，您还让我跟您汇报吗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今天来的那个老太太，她是大华集团董事长丁大华的岳母。丁大华有了新欢，想把原配扫地出门，正在转移财产。他岳母想让他女儿离婚。主任，大华集团现在公开的总资产就有20多个亿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？你年轻人你就得多历练。你说，你看我让你去接触一下当事人，这马上就有提高，对吧？
不是，赶紧啊！你把相关资料整理出来，给我放过来，好吧？啊，主任，再怎么说，今天也是我把老太太留下来的，那这个案子，您是不是可以带我跟您一起做？啊，行，我考虑。啊，对你先把他那个联系方式给我，好吧？嗯，那主任这事儿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小何啊，人老人家是慕我韩大律师之名来的，对吧？这刚才你也看见了。你说你作为我的实习律师，我安排你去跟当事人去了解一下情况，这不应该的吗？你怎么还谈上条件了呢？我怎么敢跟您谈条件？我只是说，我这不是也刚入这行吗？找到一个案子也实在是不容易，您就带着我做呗。行，我会考虑的。啊，你赶紧先准备材料去。啊，谢谢主任。大华。师兄，你看这条是不是有商量的余地？哎，青芝，这上头都有，这书咱得买一本。师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你看，这个事情呢，还是有些麻烦，因为你们现在已经跟村里头签订了征地补偿协议，在法律上呢，就视为你们已经认同了土地转让。不过好在你们这地面作物呢，作为补偿的一部分，还没有动工拆除，蔬菜呢也没有成熟收割。未来啊，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补偿的一部分。村集体啊，是按照政策征地，你们的诉求呢又是合情合理，在其他条件没有满足之前，对方是不能强制拆除的。哦，那就是说，还有争取回来的机会啊。哎，管涛，你觉得我们打这个官司能赢吗？这个幸运知道的，没有哪个官司说我就能100%赢，但是我来打的话呢，有80%的把握。那太好了，嫂子，你来的时候跟爸妈商量了吗？商量了。开始他俩还有点不同意，所以我就说我过来跟你一块儿商量。但听关律师一讲，那咱不是就更没啥顾虑了吗？哎，咱们把这个协议签了，然后我把费用给你。哎，费用先不用着急，都是朋友嘛。但是呢，你们得给我出一份委托协议，否则的话程序上不合法。那我先谢谢了。不用谢。那你们先聊着，我和幸运先回去上班了。啊，行，我送送你。啊，不用。我们送你。单我已经买过了啊。师兄，谢啊，你慢点啊。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也复杂。啊，你们啊有什么要求，随时跟我们说啊，我们24小时开机，对啊，为您服务。行啊，进去，喝水啊。奶奶，您来了。来了，毛毛他妈呀，这就是俺跟你说的那个好闺女。你好，刚才呀，跟韩律师还打听你来着。阿姨，我给您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何幸运，啊，是我的徒弟，大学刚毕业就在我这实习呢，到目前为止呢还没办过一个案子，要是平时啊，一般的离婚案我带他就办了啊，但是您这个案情还是有一点点复杂，而且案值又比较大，啊，当然了，您要是不介意的话，咱们可以让年轻人来练练手，哈哈。那可不行哎。按这案子可不能让人练手啊！行，明白了，您放心。小花啊，那法院刚才打电话了，催着去拿传票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到现在还没拿？你赶紧去，人当事人还等着呢。韩主任，您这不是在分析案情吗？我学习学习总可以吧？我平时怎么教育你的？当事人的利益永远要放在第1位，啊！你赶紧去吧，别让人等急了。去啊！奶奶再见。
现在这个年轻人，怎么了？没事。长见识了吧？太过分了，简直就是流氓！没事儿，吃一堑长一智嘛。要不然这样，你跟着我一块儿做你姐那案子吧。毕竟是我姐婆家的事儿，还是不合适。这有什么不合适啊？正好你熟悉那儿的情况，我呢，正好也缺一个搭档。蚂蚱腿上也是肉啊，那多少你还能有点收入，不是吗？那我再想想吧。那行，那我先草拟一个律师函，如果可以不用起诉就解决问题，那不两全其美吗？过去了，别想了啊。谢谢师兄。哎，星宇，你们家这边的风景真好，我以前都没来过。我上次离开家的时候还发誓再也不回来了。啊？为什么？这不是你的家吗？你不懂，农村孩子，尤其是出去上过学的，谁不想留在城市里啊？这个我能理解，但是也不至于说发誓再也不回来了呀。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过去的陋习，还有一些落后的观念吧，很难忍受。哎，师兄，你知道吗？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农村孩子跟城市孩子的心态真的特别不一样。就城里的孩子，他们不管是考得不好了，还是手里没钱了，也挺从容的。可我就不一样，好像每天都过得很紧张，很有压力，总觉得好像不能浪费任何一点时间，浪费任何一个机会。你这么努力，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其实你也可以从容一点啊。希望吧。你们就为这事儿回来的？对啊，哎，好我姐婆家他们那村书记实在是太欺负人了，所以委托关律师过来帮他们调解一下。那妈给你们做点饭去。关律师，喝点水，你先坐啊。那个阿姨不用忙了，我们坐一会儿就走了。那哪行啊？都到家里来了，吃了再走。对，吃一口吧，我妈手艺可好了。新月，快来，你告诉妈做点什么好，快来。妈，我也不知道关师兄想吃点啥呀，你坐，师兄。那给你们添麻烦了啊。我能帮你啥呀，妈？你这丫头，咋了？关律师是城里人，他不懂村里的事儿，你也不懂啊。你说你姐家跟村里打官司，你找个外人过来干嘛呀？别那么严肃，别那么紧张嘛。不是，我姐要有办法，她也不会找我们来呀。那不实在是被欺负的没招了吗？这个倔妮子，真是不让人省心。都什么时候都这脾气，这不把这事儿越搞越大吗？不会的，妈，别担心。不行，我得给他打电话去。哎，不用了，妈，我姐一会儿就过来了，我们说好在这儿碰头的。妈，我回来了。我回来了啊，姐，你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说说你大肚子来回跑什么呀？没事吧？啊，我还行。你做饭了吗？喝口水。走，我现在做。啊，行，我帮你慢点啊。我来吧，姐，你歇着去。我们其实都说好了，等这茬菜长成了，收了之后再拆大棚。结果他们也没通知我们，又到菜地来了。我们赶到的时候，他们正用铲车推大棚呢。我们拼命阻拦，最后我公公都气吐血了，这事儿才算停下来。那这么一说，这件事情的情况也有些的变化。你们的协议上说，在他们施工之前，必须要给你们留时间拆除大棚，但现在确实他们也没有提前通知你们，是吧？每回见面都是
吵吵嚷嚷的，说啥了我也记不住呀。这也算什么说法吗？算不算的，法庭上再说吧。但是现在，你要和我把情况细节再说一下，这样的话呢，才能未来在我们上法庭的时候，可以争取到更大的利益。幸福啊，你好好的日子干嘛非得跟村里打官司啊？啊，妈，我们没打官司，我们是请关律师过来调解的。对，阿姨，您放心吧，现在呢是法治社会，大家都依法办事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我们现在主要是要解决问题。关律师，一看你就是明白人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就信了。那幸福婆家的事儿就全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妈，师兄可靠谱了。这个事儿该招标还是得招标啊，别老惦记着七大姑八大。书记来了。这个最近大家都很忙啊，这个我也看了一下，业绩还都不错，叫各位中层过来呀，我想开个短会。来，万总经理，你站起来。干嘛呀？我让你站起来说话。现在开着会呢，我好歹是集团的总经理。你为什么把人家王有德家的地给推了啊？土地都是国有资产，怎么是他家的了？那还不是因为集团要建那个污水处理厂争来的地，那征地协议都签了呀。那人地面上这些东西呢？啊，那些蔬菜大棚，这是人家的私产呢。你事先通知人家了吗？你也不事先通知人家啊，说施工就进去施工了。再说了，按照这个工程的进度，我们是先建保健品厂，后建污水处理厂，你着什么急呢？我那还不是想顺便给你出个气吗？行了吧？在这要我董事长、万总经理。行，董事长、万董事长，那天去工地视察，你是不是被他俩气得血压高了啊？在家里躺了2天，他们有什么事都不敢找你，多耽误事儿啊！说到底还不是因为王有德那块地吗？那天要不是蔡良拦着我，我一把全给他铲喽，那就什么事都没了，该干嘛就干嘛，省得这种刁民总想找集团的麻烦。别一口一个刁民的，他们都是万家庄的村民，你是土匪啊！农民种点地挣点钱不容易，碰到了这种事情，他们想跟集体多要点可以理解，是吧？觉悟第一要慢慢教育。你这着急忙慌就把地给推了，东西也给人家毁了，你赔不赔给人家？我赔他个屁！我给他脸了，不听话就得认罚。谁要是不服气，让他找我来，我是集团的总经理，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我负责的。哎，你老是插手，要不然我早就把这些事全搞定了，哪有这些麻烦？你给我闭嘴！叫大家过来，就是要说这件事情，啊，在这次征地的过程当中，万总经理做的不对，我代表集团对他提出批评，这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，所以给王有德家所造成的一切损失，由万总经理个人承担。蔡良，你去找下有德，让他统计个数，报上来。哎，你讲不讲道理啊？我为集团做事儿，凭什么我个人承担啊？正是因为为集团做事儿，才不能让你以个人的意志为所欲为。那你也别什么事都你自己说了算，这不都坐着了吗？来，大家都举个手表态，来。没必要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你要是不服，你可以考虑不干这个总经理。散会吧。哎，这到底怎么说呀？不知道啊。你什么意思呀？啊，你这在家歇了2天，你是养精蓄锐了还是怎么的？刚上班就拿我开刀，你这隔三差五的拿我立个威，有意思吗？你别不知好歹啊！你看见大伙看你的眼神了吗？我这么做是在帮你。万家集团我还能管一辈子，可照你这么干，万家集团早晚毁到你手里。今天我一到公司才知道，你把人家的地给推了，王有德都替你吐血了。你说你这么干事，谁能服你啊？就算表面上服了，心里也不会服啊。爱服不服，听话就行。那是真听话吗？啊，表面上什么都答应你，背后里跟你捣蛋。当多大的官儿，得有多大的心胸。错了就得认，错不怕，改就行啊。
这个事我站着理呢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还不是为了集团的利益着想吗？我也是为了工作。站着理得讲工作方法，你不能动不动就跟村民动硬了，谁不服你就收拾谁，这还了得？你拿自己当土皇上了？行了，你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，我知道了。但是，我把丑话给你搁前头啊，你要回头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损害我的威信，你别怪我搂不住火，我回头顶着你高血压下不来台，你别说我不孝顺。你敢？哟，我敢不敢反了你了还？我还都是。万总，何幸福来了。哎，书记您在哪？幸福妹妹，这谁啊？这是关律师。你好，我叫关涛，我是易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。我们接受王静来家的委托，全权代理他们家和村里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相关纠纷，以及和你个人的纠纷。今天我们来呢，主要是想跟你交流一下意见，看看这2件事情我们怎么处理。我们万家庄的事情自己能够解决，不麻烦你了，就回吧。恐怕这个您说了不算。我们跟王家已经达成了共识，我现在就是代表王家跟您商讨的。行个何幸福，老王家有了你，算是长了行市了。又是你的主意吧？我公婆都同意。听见了吗？刚才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？你还让我跟他们好好说，人家把咱们给告了啊！谢谢你啊，何幸福，你就得让他知道什么叫世态炎凉、世风日下，告得特别好。你们打算怎么办？这是我们的合理要求，村里要是不答应，就不能撕毁我们的合同，收回我们的地。现在大棚和菜都毁了一半，这些事儿都得解决吧？是啊，是要解决呀。我为什么推你们家地啊？我们就得解决吧。什么叫撕毁合同啊？谁签了协议出尔反尔？谁呀？谁出尔反尔啊？就算是补偿，我们也都还亏着呢。村里要盖厂房，要征地，我们都尽量配合。那现在大棚和菜地又被毁了大半，这损失可就更大了。书记，这让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你可太有意思了！你以后怎么过？你问我们啊？你爱怎么过怎么过？怎么着？那什么事儿都找集团，集团是欠你们的呀？地就是你们推的，你还来劲儿你呀？你看你就来气！你现在怀着孕呢是不是？你可不能生气啊！那你要真动了胎气，你到时候也赖集团，集团可担不起责任啊！行了，好了，别吵了，别吵了啊！那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只能通过司法解决了。再这么吵下去呢，也说不清楚。万家集团应该有自己的法务吧？如果方便的话，麻烦能不能请你们的律师过来，我跟他谈。这件事情从头至尾我都清楚，律师来了我还得跟他再解释一遍。再说了，他来了也得听我的，这就是我说了算。那好吧，那就按照前2天我发的律师函那样说的，再加上万家集团因为施工对王家蔬菜大棚以及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害，如果你们愿意赔偿的话，我们可以私下解决。这样的话，也不用升级矛盾。我一直认为，我们万家庄的事情好说好商量，都能解决。老王家非要打官司，还把你给搅和了进来。好啊，那就打！我万善堂就是这个脾气，好说好商量，怎么都好办。跟我来硬的，我等着。全家松开。好嘞，先生，我觉得在法律面前，我们还是要慎重一点。行了，慎重什么呀？你说你一个当律师的，不好好做做功课，你都不知道老万什么脾气，你上来就跟他商量，商量什么呀？送客了，走吧。哎，你们爱上哪个上哪个，先让法院递传票。怎么样？没谈拢。先回家再说吧。真的是想不到啊，这么大一个万家集团的董事长竟然不太懂法。我跟他说，我跟他们的法务对接一下，
他也不配合，真的是不理解他们是怎么做到那么大规模的。那这么说，律师做中间人，也没谈拢。他就不跟你好好谈，人家说了打官司随便，就直接给我们推出来了。哎呦，这咋办呢？这那还能咋办呀？跟他们讲理，他们不讲，咱们就跟他讲法呗。反正关律师说了，在法律上面咱们完全占理儿。现在看来，要想不被欺负，咱就只能跟他们打官司了。没别的路走了？哪还有路呀？都走了，行不通啊！地也推了，钱也不补，李公安也跟他们说去了，也没用。您和庆来都还进医院了，大家都是人，凭啥呀？少说两句啊！我咋不能说？你不说，我不说，就等着被欺负呀？关律师，你说呢？我们是律师，不能挑诉。但是我觉得吧，你们把打官司这个事儿啊看得太严重了。咱们的国家现在呢，提倡依法治国，未来呢，人们的法律意识会不断的增强，以后靠法律来解决问题，会是个很普遍的现象。这个官司如果要打呢，那咱们在诉讼的过程当中啊，就要注意方式和方法，合理的提出诉求。那如果不打这个官司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继续去跟他们协调。只不过，根据今天的情况来看呢，恐怕会有难度。但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啊，这都需要你们全家统一一下思想和意见。要不，你们再商量一下，明天我们再过来。真的是想不到啊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农村里头，上至领导，下至百姓，法治观念还这么落后。哎，星远，你不是说总找不着案子吗？哎，你看啊，你是农村来的，对农村的情况呢比较了解。要不然干脆我们发展发展农村的法律业务，好不好？别。为什么？不是你自己刚才也说了吗？这法治观念很落后，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，对牛弹琴，白费劲。这才是我们律师存在的价值啊！我是觉得吧，一个国家要推进法治进步，那光是城市进步那不行，还得是农村进步。真正的做到用法律取代人情，那法治才有前途啊！你还想改造农村？那为什么不呢？律师的担当，不也包括了推进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吗？但这个太难了。是不容易。要容易的话，还要我们干嘛呀？你看看我们律所韩律师他们那帮人，说心里话啊，他们刚入行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们也是满腔热血的。但是现在呢，要把律师干成了生意。等我到他们那个时候，我肯定不会这样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我说的不对吗？说的特别对。心月，刚才在万家集团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一块上去啊？你还说你不舒服，你这是借口吧？就我觉得我跟我姐这个关系吧，就怕他们在借题发挥，闹误会什么的。那是熟人不是更好吗？那熟人打交道不是更方便一点吗？有时候啊，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这种熟人关系最麻烦。倒也是。爸妈，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呢提倡的是法治，国家都要依法治理，更别说一个小小的万家庄了。我觉得这个官司呢，咱们该打就打，打赢这一回，以后万善堂做事情就会收敛一些了。哎，那咋说他也是万家庄的书记哎。妈，
万山堂这种家长式的做法，迟早会被淘汰的。哎呀，孩子啊，你说话说的容易啊，那万书记在万家庄，那就代表政府，咱跟政府打官司，那以后咋办呢？爸，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，无非呢，我们就是换一个方法而已，谁也不会把谁怎么样的。这咱们和村里闹起来，我之后在集团咋干啊？该咋干咋干，咱是被人欺负，又不是欺负别人，怕啥？嫂子，你不懂，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我又不是一太空人，我有啥不懂的？无非就是一些势力也冷落你、孤立你呗。这些人根本就不值得理。要是公司或者是领导是刁难你，大不了辞职就不干了。咱年纪轻轻的，到哪不是活得敞亮？哎，静芝啊，咱家你学问最大，这事儿你可得把稳了。放心吧，妈，关涛呢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个非常好的律师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幸运的吗？如果他们俩咱们都信不过，你觉得咱们还能信谁呢？哎，那倒也是。是吧，爸妈？你看兴致也这么说了，要不然咱们就这么定吧，上法庭。清远来坐这。师兄，我要不还是带你去镇上宾馆住吧，我家里条件真是不太好。哎呦，没关系的，那阿姨都忙活半天了，我要不在这儿住，那阿姨不是白辛苦了吗？就是。再说了，你姐那边明天就有信儿了，我住这儿离得近呀，方便。就是啊，那吴律师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啊。哎呦，阿姨您别这么说，这儿特别好。还有那个，我姓关。关头，你瞧瞧我这记性。那关律师，那就早点休息。哎，那你也早点睡。嗯，那师兄你早点休息吧，然后有事叫我啊。应该不会有事。晚安。啊，晚安。嗯。怎么样？昨天商量出来怎么做决定了吗？关律师，昨晚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我们觉得这官司还是要打。还打。不打，不也没别的办法吗？那行，我们准备了委托代理协议，你们看一下，如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们就在最后一页的甲方空白处签个字吧。我家幸福能担大事儿，明事理，他签。哦。姐，不是，我姐只是您家儿媳妇儿，她来签的话合适吗？合适，她现在是我们王家的当家的。我觉得还是姐夫签更合适一点。不折，我们王家都是女人当家。啊，对，这事来龙去脉我最清楚，我来签，签字啊。对，这儿。还有一件事啊，我听说在谈土地补偿的过程中，庆来被踢，还住了院，是吧？那倒没事啊，那个现在都正常了，都好了。庆来被踢的这个事件，我们也还是要提起诉讼，这样呢，有利于在土地赔偿的过程当中占有主动，对方呢会做出更多的让步。哎，关律师，那你的意思是可以让他们多赔钱？那就够，一块儿够。可以这么理解。哎，庆来，你看病的病历单据，包括拍的片子都还在吗？都在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还需要再签一份协议。就是关于庆来人身伤害的。这个就得是我姐夫自己签了。行。行。哦，是这样啊，一个案子最低的价格是2000块钱，再加上庆来的官司，2个案子加一块呢是4000块钱。你看看你们是转账呢，还是给现金啊？4000啊？对，不，你们都什么都没干呢，就先收4000块钱？那个太多了吧，钱便宜点儿。婶儿，叔，这其实整个的诉讼过程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，从时间就很长，然后再到我们要去收集证据，然后把
这些材料交到法庭，再去分析对方的这个答辩思路，然后再准备最后开庭的材料。所以其实这已经是最低收费了。我们如果是在城里的话，一般这个费用，如果我们所来打这种财产类的案子，都是要按诉讼标的额的比例来收费的。关律师说的真的已经是最省钱的方法了。妈，打官司咋能不花钱呢？你想想，是这4000块钱多，还是那几万块钱多？桂枝，你出来一下。他们这都是专门来挣熟人钱的，咱不用他，找一个不会挣钱来的。不会挣钱，人家为啥？还怕他不挣咱钱呢？挣了钱给咱办事儿啊！再说，幸福他妹子也在，他能不帮他？就用他们。关律师，咱们乡下人打官司是大事儿，您别笑啊。我没事的，当律师的，主要是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。关律师啊，太辛苦了，感谢谢谢。就这钱的事儿，我们农村人钱都不放屋里头，都放信用社，还是个死息。也快到日子了，到日子再给你，可行啊？哎，那要不妈……哎，那个幸福，没关系的。阿姨啊，就照您说的办。哎呦，太谢谢了。太不好意思了，谢谢谢谢，你快坐快坐。行。姐，你说他家人咋这样？打个官司跟代理费都不情不愿的。我是你妹子，这当然没什么，可是人家关律师凭啥呀？关律师，对不住啊，我公公婆婆他们对于钱还是比较谨慎，但是您放心，该给您的我们一定会给，不会让你们为难的。没事，钱都是小事儿。主要是我觉得他们好像还没有下决心呢。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这个案子进入到诉讼程序的时候，万一当事人反悔变卦，那就会比较复杂。我的建议是呢，你们最好再统一一下意见。现在这个案子如果不打的话，也还来得及。那这哪能不打呀？事情都到这一步了，不打也不成了呀。行，那我们会努力的。你回去吧，我们走了。行。走了，关律师，你们慢走啊。好。来。喂，你好。有2个案子我们想立案，谢谢。好。你这2个案子，按照涉及财产金额来算的话，第一个案子的诉讼费是4100元，人身伤害这个案子诉讼费是50元。哎呀，真是。哎，你看你这干什么呢？这是？哎呀呀，毛毛躁躁的，咋了？你说我这心里怎么这么别扭呢？啊，这官司还没打呢，钱还没要回来呢，这怎么又要贴4000块钱呢？我心里越琢磨越不舒服。爸，你要是想不通，不想打了，咱就不打了，也没人勉强咱们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这官司不打，那钱要不回来呀。那你可想好了，现在说不打还来得及，那回头官司打起来，那再撤就麻烦了。我就觉得吧，太贵了。原本咱们只打一个官司，是不是？这关律师又撺掇着再打一个，近来这官司是关律师提出来要打的，这干嘛让我们掏钱呢？那怎么说是人家要打呢？人家打也是为了咱呀。那关律师不是说了，2个官司一起打，是有利于赔偿金数目的协商。问题是官司打输了呢，是不是还得再赔2000块钱？那青来，这事你是当事人，要不你拿个主意，省得你爸这老犯病在这儿。
我无所谓，我现在也不疼了，也好的差不多了。要不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呗。你得拿个主意啊，这是你的事儿，你得表个态。我是觉得，因为这个事情把这个万书记告了，以后再跟他见面，他会不会生气？他说的对，土地的事儿，咱是跟集团打，是公事儿。要是庆来把万书记给告了，这就结了私仇了，咱不能这么干。怎么说，我跟万书记这都几十年了，是不是？都是老伙计了。幸福啊，你给关律师打个电话，就说庆来这官司，我们不打了。那另一个官司还打吗？那个得打，那个肯定得打。那行，那我去跟关律师说。哎，幸福，待会儿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给关律师说一声，庆来的官司我们不打了，那我们只欠他2000块钱。啊，行，那我打电话跟他说。不好意思啊，师兄，都没收着代理费，还让你在这代交诉讼费。帮当事人暂时垫付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。哎喂，幸发。关律师，你们在哪儿呢？我们在立案呢。哦，那个庆来的案子不起诉了。啊？什么？你们确定吗？对，我们确定不告了。那行，那我尊重你们的意见，那我就撤了啊。行，那就这样。撤了，不告了。你姐说，你姐夫那个案子，他们决定不打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那个我们钱交多了，就是第2个那个人身伤害的案子，我们不打了。啊？不打了？哟，可是我已经把资料输入到电脑里了。你们诉讼费交了，就正式立案了。如果你们不打的话，那只有做撤诉处理了，那这钱就不能退你们了。那就这样吧。啊，那你们收据拿了吗？哦，这边。啊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好，不用谢。谢谢。万书记，万书记，什么事啊？刚才法院送来一张传票。什么？咱们和王家那块地的官司要开庭了，所以啊，你作为这个集团的法定代表人，需要出庭了。可真成了被告了。看见了吧？啊，我爸拼死拼活为万家庄拼了大半辈子，现在把自己拼成被告了。不用理他，告诉我忙，去不了。他王家有本事，就让法院来拘我。哎，万书记，我觉得吧，这件事儿还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呐。你看有没有必要咱们先跟县里的领导打个招呼？毕竟咱也是为了万家庄的发展和集体的利益嘛。让领导先过问一下，有备无患嘛。没有必要。我就不信我们能输。我们要真输了，我这个书记还真不干了。毕竟是上法庭，反正呢，村委会和集团都得有人出席，要不然我和传家去。行，那就你们俩去吧，听听法官怎么说。哦，把那个胡律师也叫上，别一天到晚就知道挣钱，什么也干不成。进。大家，你找我啊？坐。就还是老王家那块地的事儿，他们把咱给告了，听说了吧？我知道啊。有把握吗？这官司啊，十有八九咱们得输。什么？凭什么呀？他们家征地补偿协议都签了，明明是他们无理取闹。上了法庭了，跟村子里边咱们集团不一样了，那有个程序呢，不是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是吧？得讲法律，是吧？看证据的。你别跟我说这么多啊，反正就是我现在的工期耽误不得。那简单呀，那花钱消灾呗，没多少钱，给他们就完了。放你的屁！我没给钱吗？
我给了2回了，是他们没完没了的。啊，怎么着？什么事儿都让我花钱解决？我要你干嘛使的呀？要钱不给，你是律师，这事儿你想办法。不是，我又不是法官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老胡，你那律师证是自己考的吗？啊，不是你这平时吃喝玩乐你挺勤快，怎么说到出庭打官司你那么不想去呢？啊？我就2点要求：第一，我1分钱都不会再给了；第二，我的工期绝对不能耽误。这事儿你能办就办，不能办就滚蛋。行，你生啥气呀？我这儿倒有个办法。凡事啊，咱们得逆向思维。咱们可以把生米煮成熟饭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。别那么多废话，只给。原告、被告，你们的情况呢？法庭已经了解了。现在法庭再次主持协调，请问双方是否有协调意愿？我要是愿意协调，我就不上这儿来了啊！征地是为了全村的经济发展，他们就应该舍小家为大家。凭啥呀？你说舍小家就舍小家，那是我家，你咋不舍你家呢？沈班长，我们曾经经历了要求个体为了集体利益无条件牺牲个人利益的时代，现在社会在发展，我们的党和政府都越来越注意保障个人权利，所以在2002年通过，并在2003年实施了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，这是为了维护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所以呢，被告的说法，原告无法接受。你们不接受，我们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收地这事儿啊，是村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啊，他们协议都签了，钱都给了，还给了不止1次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着搞来搞去搞到这儿来了，是不是？你早知道今天，那当时早干嘛了？会上没答应啊？我们后来已经改了呀，并且已经告诉你们了，就是因为老蔡那6万块钱的事儿，而且他们还把我们土地给损坏了，这钱你们得赔。你们要是不赔，这地我们就不出让了，我们就该种菜种菜。你们爱上哪盖房子去，上哪盖房子去。哎，你们强征地，你们还有理了？法官，你早就该敲他啊！你听见了吧？他自己说的是后来又改了，是因为那6万块钱的事儿，对吧？一次次的要钱，一次次的要钱，没完没了的，这叫欲壑难填，知道吗？欲壑难填，我他妈越说越生气。哎，就他们老王家在万家庄，万家人对他们家怎么样，大家心里都清楚吧？怎么着这白米干饭还养出狼来了？就对这种没有契约精神的人，咱们还跟他们闲扯什么呀？法官，我非常非常的理解你。大家都挺忙的啊，你就该怎么判怎么判，想怎么判怎么判，判。我们有理，反正该怎么判怎么判。刑法，法官没问你，你不要说话。哦。我方提醒法庭注意，被告既不提出证据，也不郑重辩论，还言出不逊。这表现了被告方这货是哪儿对法庭的蔑视以及对法官的不尊重。被告方的这种态度，应该在裁决中予以考虑。法官同志，村里为建厂征王家的地也是迫不得已，原因给大家解释过了，而且也做了相应的补偿。关于他们说的6万块钱的事，理由并不充分，我方并不认同。其次，他们提到的施工毁掉大棚的事儿，因为集团一再口头告知他们尽快清除地上物，他们拒不执行。我方认为责任也在原告方，希望王家以全体村民的利益为主，支持村里的工作。如果王家执意坚持自己的主张，那就只能请法庭判了。听见了啊！这叫律师啊，说话有理有据的。那人说话都不张嘴，还当律师的，太逗了。法官赶紧判。判就判，我们有理，我们怕谁啊？地进来呀！快！咱家的地没了！怎么了？进来，快！咱家的地没了！你快进来！地没了呀！地没了！这是我爸妈。那个法官，怎么了啊？
法官大人，你得给我们咋的了妈？这到底怎么了？法警，法警，先带出去，先带出去，这怎么来啊？先带出去。快去吧。法官，这原告都走了，咱还聊吗？休庭吧。爸，你赶快去看看。不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地没了，地让他们给毁了。怎么毁了呀？推土机、铲土机都到了，都给铲了。但我的菜，我种的菜呢？哎，你的菜呢？地都没了，哪有你的菜呀？挖了这么大一坑啊，都开始打地基了，快去看看吧。那法庭还没判呢，他凭啥铲咱家地呀？我去找他们去。哎，幸福，现在休庭了，再这么闹下去，对咱们一点好处都没有。这样，你们先回家，相信我，我来处理。关律师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清月，走，我们去现场看看。哦，先回去啊。老李，下班了还不撤啊？好，马上走。我先走了啊。好嘞。来。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想你了，过来看看你啊。我可不缺别人惦记。坐。你看看你，你想我准备好事儿啊？公安警惕性又来了啊，没劲。准是为万家庄那个案子来的吧？一猜就中，找对人了。怎么了？我听说庭上挺热闹啊。你少在这说风凉话啊！哎呀，这没办法，农村就是这样。这公检法本来就得事无巨细，只要能把事儿解决了就行了。哎，我这回找你来啊，我是希望你能帮忙在中间做工作。你看这个万家庄，本来就是你的辖区，那万善堂也是你这么多年的老交情了，这事儿你去合适。这回啊，估计你失算了。那工作呀，我都去做了，可不管用啊。要不这事儿能闹到你那儿吗？就为了这，善堂跟我好大的不愉快。这多少天了，也不招呼我。要我说呢，公事公办吧，这该咋办咋办，这大家都省心了啊。你当我不想啊？这案子看起来简单，真闹到这一步了，真不好办了。最好是双方能达成和解。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不干我事了，我该下班了啊。这是，得了，下班了，说走就走啊？那下班了不走啊？那吃个饭行吗？我请你吃个饭。不吃，不吃饭，不吃饭，不吃饭。今天必须得吃，必须。我请你，你必须。哎呀，不吃饭。您的菜齐了。谢谢。说好了，咱俩今天 AA 制啊。干嘛呀？请你吃个饭有不犯纪律啊？不，AA 啊，省得我吃你嘴短。这案子其实本身并不复杂，按道理来说呢，双方都有理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他把人家地给人家推了，菜也给人家毁了，而且动工之前也没通知人家，结果现在搞得王家不接受条件了。要说硬按法律来判吧，也不是不能判，但是很有可能双方对结果都不满意，还因此两家结了仇了。你说这也不是咱工作的目的，对吧？叔叔阿姨啊，你们放心，村里越是这样呢，我们胜诉的可能性就越大。可是我们那个大棚都给推了呀，那全都是我们的东西啊。地不说了，那全都是钱啊，我以后得花钱买这些东西。刚才我跟幸运呢已经拍照取证了，谁犯的错误就一定要付出代价，我们会争取帮您把所有的损失都要回来。真的，谢谢你。要真是那样的话，那我们就请对人了，是吧？关律师，我还是不太明白，
我们已经上了法庭了，这正商量着呢，他们干嘛还要这么做？我估计呢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他们想要造成既定事实，因为双方呢已经产生了争执，我们在立案诉讼的请求当中，按照你的意思呢，加入了判令被告必须马上停止收回原告承包土地、承包经营权的行为。那一般来说呢，土地诉讼官司啊，耗时会比较长，可能他们的工地在施工的时候呢，又受到了干扰。那即使是这样，他们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，一定要付出代价。那我们这个官司能打赢？现在呢，只能说我们更有希望了。明天一早，我去跟主审法官好好的聊一下。谢谢。哎，李公安好。好。上次推地的事儿不是停下来了吗？谁让你又派施工队进去的？这么干影响有多坏，你知道吗？这人家就得说我们集团仗势欺人，强拆。这事儿你还真怪不着我，你是想把什么事都码圆了，让人都说你好，好书记、好领导、好董事长、好爹，可你这些搁一块儿，他就实现不了。咱们现在项目推进的多快啊！这事儿一旦闹上了法庭，麻烦事儿多，周期又长。法庭要再万一给咱们一点不利的判决，那这块地咱就收不回来了。那咱上哪儿再找一块地去建那么个污水厂啊？啊？那你说，你真到那个时候，集团损失就更大了。小梁，啊，这事你也知道？我不知道。那你行了，你别你的了。我跟你说啊，爸，这叫既定事实。万家集团这么做就是想要造成既定事实，他们这是无视法律的尊严。找你们二位过来呢，其实就是想着商量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做一做王家的工作，说服原告让步。凭什么呀？被告违法让原告让步，法官同志，你还敢自称是法律人吗？我当然敢啊！我为什么不敢啊？而且我问心无愧啊！关涛，咱们都是法律人，而且我们更是生活在中国农村的法律人，我们肩负的是社会的安定与和谐的责任。你先别着急，啊，我跟你说说我的看法。现在，土地承包纠纷的案件越来越多，对于这个案子，我们也是格外的重视，也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但是现在确实有一个实际情况摆在我们面前，法院没法判。你说要拆除他们已经在建的这个污水厂啊，别看就是那么一块小小的菜地，那直接影响到的是市里的重点项目保健品厂、万家集团的转型。往大了一点说，这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市里乃至省里的经济建设。但是被告也太有恃无恐了吧？那法律的尊严不用维护了？这当然要维护，但是现在关键的问题是，你甭管他们是不是已经开工了，保健品厂、污水厂，是不是必须要建？这是关乎到万家庄全体村民的大事，这事咱也得考虑。这样一来呢，法院起码不会判让那块土地恢复原样了，因为那样的成本跟代价就更大了，是不是？再者说，咱手里好歹有一份征地协议，这么干不算一点道理都没有啊！你现在不就是那大棚跟地里的东西吗？赔就是了，那玩意儿值几个钱啊？是钱的事吗？这是你给他出的主意啊？我这也是为集团的利益着想啊。为集团利益着想，也不能不顾影响，胆大妄为。你说胡律师，你岁数也不小了，你怎么就给船家出这种馊主意？你看你这话说的我自己跟没脑子似的。
对付这种得寸进尺的人，就不能给他们好脸。我一开始听你的了，我跟他们好好说了，结果呢，把咱给告了。那怎么着？要一次钱给一次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。咱们集团以后再需要村里配合干点什么事，谁配合你啊？都来这一套，就得给他点厉害瞧瞧。行，都出去。那这个事儿，我再想想。行。吴法官，你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你接着说。冠涛，你也是法律人，你也应该明白，有的时候吧，妥协也是一门法律的艺术。的确，就这个案子，从法律条文上来讲，是非非常鲜明，很容易。但是你法律条文，你也不能脱离中国农村的现状吧？那吴法官，你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地方经济的建设，我们不能阻止，但是人民的权益，我们也必须要维护。我是想着，能不能就目前的情况，我们从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来进行协商，最好是能达成一致。好，协商我没意见。但是开庭第一天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总要论个是非曲直吧？法律不能助长这种恃强凌弱的行为吧？是非曲直固然很重要，但是解决问题才是咱们要做的，你说呢？进来。哎呦，我兄弟来了！来，敲什么门呐？哎，想坐哪儿？行，坐吧。看看，2天见不着我就想我了吧？我还真不是想你，我是来求你的。行，拉倒吧，咱俩啊用不着说这个字儿啊。要是你个人的事情，怎么都好办；其他的事情，您免开尊口。老李啊，我还不知道你，不就是为了昨天把王有德家地推了的事儿来的吧？山堂，你说王家过去在村里挨欺负，一直是你护着他们，这回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你说你收了人家的地，踢了人家的人，还不给人家赔偿，现在没等判，就把人家地给推了，你这是往死路上逼人家呀！谁让他们招呼也不打就找律师告集体？我要不压他们的念头，那别人跟着起哄，我怎么办？他们家有特殊情况，谁的情况不特殊？不是，那你也应该好好跟人家说呀！你强推人家的地干嘛呀？对，这件事情啊，传家他们做的确实是不对。刚才我也把他们都给骂了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传家兴起，这是为了集体利益，集体发展好了，整个万家庄都受益，包括他老王家啊！我这给他点教训也没什么。那现在咋办？你就不打算管了？那倒不至于，那我还真成了土匪了。是这样，他们家的损失，集团负责赔偿，同时，他们与经销商的6万块钱我也认了，然后我再想办法从集体的土地上找一块地补偿他。但是有个前提，他们不能再阻碍施工。你看，我就跟他们说，这个万董事长呢，人霸道点儿，但是他是个讲理的人，他不会胡来的。你看，这吴法官呢，还担心没法跟你沟通，我觉得他多虑了。他一点都不多虑，他来了我都不见他，我有律师。这也就是你来了啊，我不能拿我兄弟的事不当回事吧？那这么着，他们能满意吗？那你都这么爽快了，他们肯定没问题啊。那我有问题。这件事情啊，是双方商量协商解决，对吧？公平协商，我可不能当被告。人家告的是集团，不是你个人。一样，咱这个项目是集团发展的重要项目
啊，也是市县的明星项目，不能一开头就背上这样的名声。他们先撤诉，我再安排。行，就这么定啊！哎，等会儿，上回生气了，没拿这茶叶，我给你拿上。哎呀，算了，别！哎，我这搁哪儿去了？那行，回头再给你吧。来，我送你。等会儿，一会儿再聊聊。我觉得单堂说的是可信的。一开始咱们不就是为点钱吗？现在问题解决了，也就没事儿了，对吧？李叔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那是因为我们要告他们，所以他们才好好来谈的。那之前他们推三阻四的，要不是为这，庆来也不至于受伤，我公公也不至于吐血。反正现在也已经开庭了，那不如就拿到法庭上，当着法官的面一块儿说。那咱们这私底下说悄悄话，那回头我们撤诉了，他们不认了，咋办？我们跟吴法官谈着呢，怎么突然叫我们回来了？李公安也是吴法官请来的。坐。坐。李警官，这个案子呢已经进入了诉讼程序了，都已经开庭了，您就不需要再来劝幸福他们了。年轻人啊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法律啊，绝对是个好东西，可是，在咱们农村呢，可不是用法律这把尺子量一量就能量出长短来的。如果您不是一个警察，您说这样的话我能理解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您也是搞法律的，在明知道我的当事人已经委托了律师的情况下，您再私下来找他们，这不合适。方律师啊，咱们俩没关系，我只和有德一家有关系。啊，那这样，有德大哥，单堂的意思，我也跟你说了，啊，这律师也在这儿，你自己是怎么想的？你怎么选？你当着他的面你说啊，你自己说。爸，咱们家可下了多大决心才走到这一步的？你可想好了？关律师，要不这么着吧，这事儿啊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关律师，那要是我们撤诉的话，那之前村里做的那些事儿，那还有个对错的评判吗？要是撤诉了，那就是私下和解，那就没有对错了。幸福，既然这个万书记都答应了，该赔的都赔，我们也没啥损失了。那我们还告啥呀？就这样吧。你看咱农村人过日子，前想几步后想几步，法官也同意了，万书记也同意了。你看人家李公安，跑来跑去，他太累着你了，就按李公安的来吧。不是，妈，咱们要是真撤诉了，那村里不会认为他有错，那反而没准就更觉得咱们真是拿地讹他们了。这事儿不对呀。错了不是在嘴上，书记已经答应了，要给咱们赔偿，这就说明咱们是对的，村里是错的。是，咱们一开始确实是想要个赔偿，但咱们也想要争一口气，得有个对错吧？那这事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了了？关律师，你觉得呢？我是律师，我希望我的委托人满意。如果你们都决定要撤诉，
我们还要再帮你们做一个和解协议。就这样吧，那个，就这样，皆大欢喜。哎，关律师，这事儿我真觉得对不住了。没事儿，挺正常的。只不过是通过诉讼解决的话，也许能够为你们争取更多利益。关律师啊，这村里的事儿啊，和你们城里也真是不一样。这小门小户的过日子，不吃亏就得了，占便宜不是啥好事。这怎么能叫占便宜呢？这是通过法律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。您干了这么多年公安了，怎能这么看待这个问题呢？嗨，法无外乎情嘛，这乡里乡亲的，还是有情有义，更好相处一些啊，是吧？行了，你们聊吧，我走了。